认为龙婷只要活着回来，肯定会去舅家看看。看到表妹生活那么困难，哪有不出手帮助的？他只需要派人盯着龙婷的那个表妹，就能知道龙婷是否回来了。龙婷知道那个表妹的存在，也猜到仇人会盯着表妹的他回到 H 市多年了，逼着自己狠着心肠没有去联系表妹。不过表妹的近况他是知道的，现在他公开身份了，那些输了的亲戚他可以去重新走动，例如 H 市的第二大家族蓝氏，那是他太奶奶的娘家。龙婷没有亲族势力，他们当然不会让龙婷娶一个实力强大的老婆，那样嫡系一脉又会重回巅峰。现在龙婷就一个人，虽说是家主，他们觉得还是好对付的。龙婷做生意厉害，那是他不用顾及亲情。管理一个大家族跟做生意是不一样的，大家都是族人，要顾及亲情，他就很容易被大家用亲情绑架。家主女孩子都是爱化妆的，让他们化个淡妆就可以了，真素颜朝天怕是没有几个人愿意。龙婷说道，他们不敢素颜朝天，说明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，颜值偏低的那种吧。几位叔公真不是我挑剔，我的颜值摆在这里，老婆长得太难看的话，着实是委屈了我。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，老婆是要陪我过一辈子的，长得太难看，我和她何时到头？反正我是不会委屈自己的，长得难看的颜值配不上我的，我不会要。也是为了后代着想，娶个丑的老婆回家，以后生的孩子万一不像我像妈一样丑怎么办？我家历经数代人才改变了后代的颜值，可不能毁在我这一代的手里，到时候我100年之后下去都无颜见恋祖列宗。龙英明忍不住说道，家主娶妻娶贤，人品最重要，颜值是次要的，甚至可以不看人品，看家世，看能力，颜值又不能当饭吃。龙婷呵呵地笑了2声，明叔的老婆，你儿媳妇，你孙子谈的女友，哪一个长得丑的？明叔年轻时包养的情人，哪一个丑的？明叔自己享受了，就不让我享受吗？非要我娶个丑的？龙英明哑口老脸泛红，他是喜欢美人，从年轻到老，他的审美观就没有变过。看女人第一眼看颜值，第二眼看身材，这2样不好的他都不要。家主那些千金也不是个个长得丑的，或许他们的颜值没有家主这么好，却也不算丑的，最多就是普通人长相了。如同家主这般高颜值的还是少有的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长相普通。四叔公讪笑的道，如果家主嫌弃我们帮你挑选的女孩子长得不好看，家主可以自由恋爱，我们到时候帮家主长眼，把关就行。四叔公，我都32岁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，想要的是什么，就不劳烦你们帮我把关了。虽然我血亲都不在了，但我也不是没有长辈的，我养父母，我师父都健在，他们同样是我的长辈，我的人生大事，长辈们自会帮我把关。相较于你们的审美观，我更相信我养父母以及师父的审美观。龙婷这样一说，在座的8个人都脸色微变。龙婷这是不想让他们插手他的婚姻大事了，他们就是想操控龙婷的婚姻，最好龙婷娶回来的家主夫人是他们相中的，那样偏向他们，听他们的话。若是让龙婷的养父母以及师父帮他操心婚姻大事，娶回来的家主夫人绝对是个厉害的，跟龙婷就是强联手，不好对付。家主，你的婚姻大事，我们觉得还是由我们这些族里的长辈帮你操持好一点。怎么说我们都是龙家的人，还没有出5服的，你叫我们都是叫叔公，为什么要让叔公们帮我操持？结婚的不是我吗？是我要结婚娶老婆，总要我喜欢吧？我不满意的话，我怎么跟他过一辈子？你们不是说我可以自己找吗？我早就有了喜欢的人。几个人老眸闪烁又假意惊喜的样子。龙英明是明知故问，家主喜欢的是哪家千金？说出来，我们帮家主去提亲。他是君家的千金，不过他不姓君，姓龙。龙初雪，小名初九。龙庭伸手拉初九站到他的身侧，对众人说道，我和初九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有18年的感情，他了解我，我也了解他，最是知根知底儿的。我穆妈妈说要收她为干女儿，她也算是君家的千金，与我属于门当户对，亲上加亲。
她是穆妈妈的养子，初九被穆妈妈认作干女儿，不就是亲上加亲了？怕别人说的话，也可以让二婶认初九当干女儿。哦，对了，童姨说过她想认初九当干女儿的，只要初九愿意，她可以是君家的千金，也可以是战家的千金。众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初九神色不变，依旧站在龙庭的身边，腰杆笔直，神情冰冷，眼神却锐利得很。龙英明最怕的就是龙庭和初九在一起，初九的本事他领教的最多了，这两个人若结成夫妻，那真的是强强联手了。家主，你已经是君太太的养子，初九若是君太太的干女儿，你们这是兄妹关系了，在一起岂不是被人说闲话？虽然两人没有血缘关系，别人要说闲话的话，我的婶娘们照样可以认初九做干女儿。反正她就是君家的千金，君家的实力你们是知道的，与我们龙氏绝对的门当户对。她有那么多的婶娘，随便一个认初九做干女儿，初九都是君家的女儿了，哪怕是干的，也没有人敢轻视她。大家那么喜欢初九，只要初九愿意，她多的是干妈。家主初九，她只是你的保镖，就算她能被君太太认作干女儿，只是干女儿并非君家真正的千金，于身份上，初九是配不上你的。当着初九的面，龙英明也不客气地说出来。在他们看来，初九是配不上龙庭。龙庭沉下脸来，反问着龙英明：初九哪里配不上我了？保镖怎么了？他在我心里可不是保镖，他是我的青梅，他是关心我，要保护我，才自降身份给我当保镖。龙英明和大家交换了一下眼神后，缓和了脸色说道：家主，就算初九是你的青梅，可他就是个孤儿，于身份上是真的配不上你。我们的家主夫人还是要找与我们龙家门当户对的，最差也要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啊。初九有什么？家主你不能感情用事啊，这件事关系到我们龙氏家族的未来的，未来的家主夫人身份太低的话，在族里是没有威严的。大家看清了家主夫人，就是看清家主，以后教姬家主夫人出席宴会的话，也会被人看清，被人讽刺，被人孤立，那样丢的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脸。是呀，英明说的对，家主你可得三思呀，千万不要感情用事，不要因为你和他一起长大的就娶她做家主夫人，她没有强大的娘家身份地位，跟你完全不配。大家不会服他的这些人挑着初九的刺儿时，初九依旧站在龙庭的身旁，表情都没有变过，好像他们说的人不是他。穆妈妈和师傅都说，他只要问问自己到底爱不爱少爷，只要爱了就接受少爷的感情，不爱就说清楚，其他的都不必考虑，不用担心别人的反应，除非少爷的亲爸亲妈活过来反对，否则族里的老人没有资格反对。初九刚开始也是担心大家不接受，觉得他配不上龙庭，经过穆情妯娌的开导后，他想通了，只要龙庭觉得他配，他就配别人的，觉得在他这里有什么用？一点用都没有。他又不是跟别人过日子，他是和龙庭过日子，龙庭爱他疼他尊重他就行，至于其他人的看法，他不在乎。以后若是有人不尊重他，他也会替自己出气，让大家知道讽刺他的下场。等大家七嘴八舌说完了，龙庭反驳的道：初九是孤儿，难道我就不是孤儿？我爸妈，我爷奶，我的叔叔姑姑兄弟姐妹们全都死了，我的至亲还有谁？没有了，所以我也是孤儿。我和初九一样，谁也别嫌弃谁。众人噎了噎，八叔公说道：可你是我们的家主呀，虽说你是孤儿了，但你还有我们家族，你如今成了我们的家主，可以说我们和你是一家人的了，那只是当做，并非是真的。就算我当了你们的家主，我依旧是个孤儿，你们和我也不是一家人，你们也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。众人再次哑口。如果初九嫁给我后，以后应酬交际，有人敢轻视初九，讽刺初九，那就是与我龙庭为敌，我会当场就大耳光抽过去，教会他们如何做人，看他们还敢不敢狗眼看人低。初九在一旁想着，他哪敢劳烦少爷动手呀，他自己就能大耳光抽过去。他也陪着龙庭参加过很多商业宴会，
当然，龙庭次次都是戴着口罩，戴着人面皮，大家看不到她的真面目。没有多少女性会围着她打转，但没有人敢轻视龙庭，也不敢轻视她，知道她的身手了得，也知道她是龙庭的贴身保镖。大家看到她就等于看到了龙庭。龙庭还没有以真面目示人时， H 市的人是通过初九来确定龙庭的身份。没有初九，龙庭摘下口罩走出去说他是龙腾集团的总裁，都没有人会信，还会认为他是冒牌的。初九早就是龙庭的一个身份，在 H 市上流社会的圈子里，或许是有很多人心里瞧不起初九，但明面上没有人敢那样做。很多人明面上还要对初九毕恭毕敬呢，更没有人敢在初九面前大放肆词。敢那样说话的人早就被初九大耳光抽怕了。被初九抽过耳光的人连向龙庭告状的心都没有，因为告状了也没有用，龙庭护短是出了名的。可是初九没有背景，他帮不到家主呀。八叔公还在挣扎。龙庭冷笑，初九需要什么背景？我就是他的背景，是他的靠山，还有穆妈妈他们都是初九的靠山，那就是他的背景。除了君家他几个师公留下来的势力，也都是初九的靠山。只要他和初九联系那些兄弟姐妹过来，能将整个龙氏家族铲平。我知道几位叔公叔叔是为了我好，不过既然是为了我好，那么我认为是好的才是真的好的。你们的认为没有问过我喜欢与否，没有问过我是否需要，那不能算好。是你们想强加到我身上，不是我的意愿，所以不是好。只要我自己喜欢的，我需要的才是真的好。结婚是我的事，我只娶我喜欢的女人，不会联姻，也不需要联姻，要过一辈子的人。我不将就，也不会因为物质原因而委屈自己。大家不用替我安排相亲，我眼里心里只有初九一人。除了初九，我不会娶其他女人，大家也不必再管我的私事。这是我的私事，不是公事。我不觉得要拿到台面上让大家讨论指点安排。龙庭说话掷地有声，表情又特别的严肃。龙氏家族是领教过他的手段的，知道这个年轻人不好惹。他又当了家主，手里握着家主所有信物，图腾更是落在他的后背，别人想抢想偷都没有机会。他们只是族里的老人，不过是仗着年纪大一点，家主给他们面脸，他们才有在家主面前说话的机会。一旦家主不给他们脸面，他们连在家主面前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还真的拿龙庭没有办法。几个人不敢再说话，就是龙英明都低头看着自己的脚。办公室里陷入了死静之中。好一会儿，四叔公讪讪的笑，打破了办公室里的死静。他说道，既然家主有了喜欢的人，这又是家主的私事，我们也不好多管，家主喜欢就好。家主娶了谁，谁就是我们的家主夫人。是呀是呀，家主喜欢就好，我们也就是提点建议而已，家主不采纳也无所谓的。其他人附和着，早就没有了刚才的气焰。龙应明是最后一个应声的，大家都不敢干涉了，他一个人就更不好说话了。